你看台湾人的发言多了吧，就会自然有一个感受，就是岛内你别看蓝绿对峙好像不可开交，但其实无论蓝绿，他们是有共识的。这个共识就是台湾的事儿，台湾人说了算，拒绝大陆对台湾的一切安排。你的好心善意不用。你别看国民党总是派人来讲中华民族，讲和平，其实国民党只是出于选票的考虑，他们只是想向台湾人证明国民党是有能力跟大陆对话，维持两岸和平状态，从而保持台湾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变的。国民党就是想哄骗大陆，维持台海现状，别再往前走，甚至他们还想往回走，回到10几年前马英九时代，多好啊！马英九上个月在敦煌脱稿说了一席话，说两岸的统一应该是和平民主的统一，好像是在谈两岸统一，但其实不是。和平我们都理解，民主那是谁来做主呢？是台湾人来做主。让台湾人做主，那还能他妈有统一啊？那不是跟姑子要孩子吗？现在谈到两岸关系，台湾不分蓝绿，口径都一致了，那就是他们想自己决定台湾的前途，你中国大陆只能看，无权插手。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原则。我觉得啊，民主政治在台湾搞了30年，给台湾人造成最大的集体幻觉莫过于此。台湾30年来闭门搞选举，一轮一轮投票，台湾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，冲击各类机关，占领各类机构，反对这个抗议那个。咱们看着是乱象，但台湾人很骄傲啊，他们觉得这是展现了民主自由的风貌，他们觉得自己因此是文明世界的一员，他们甚至还会为西方媒体的赞誉而感到自豪。如果说美国是全世界的民主自由灯塔，那台湾必须是亚洲的民主自由灯塔。台湾社会已经表现出一个完全失去自我，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，洗得绝对彻底、绝对干净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。谁在说台湾完整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台湾最美的是人，一口浓痰我就啐过去。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？中华文明是一个原生文明，一个原生文明最应该有的是自我意识，你得知道自己是谁。见了别人的好东西可以学，但是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，完全跟着别人走。应该是以我为主，有取有舍的去学别人，不可能把自己的东西全忘了，邯郸学步。一个原生文明委身给别人做小妾，做通房大丫头，这太恶心了。我以前的节目中就说过，像韩国呀、台湾呢，这都是有浓重小妾意识的地方，以给美国做通房大丫头为骄傲，都想争着上位做小妾。台湾人的这个心理尤其重，尤其让人恶心。你看最近这1年来，美国人想要台积电，台湾立刻双手奉上，半点犹豫都没有，绝不挣扎。特朗普搞关税讹诈，台湾第一个滑跪，立刻跑过去舔美国人屁眼，同样不挣扎。台湾不分蓝绿，全部对美西方奴颜婢欺，恬不知耻。回过头来还跟大陆甩脸子，要对等，要尊严，你死不死啊？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，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过？还保存了中国文化，台湾配吗？不要脸的现在还搞汉光演习，这个汉字他配吗？他们应该摘了这个汉字，叫旗鱼光演习，顶不济叫台光演习也行啊。台湾社会现在整体表现出一种无知的自大，台湾人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是有严重缺陷的，认知也是有严重缺陷，甚至近乎于愚昧无知。这让台湾无论蓝绿，只要一谈两岸议题，立刻就进入一种刺猬状态，啪的一下就自己卷起来，浑身是刺，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叙事逻辑里。这事儿得有2300万台湾人说了算，别人无权过问，觉得谁都拿他们没辙，摸不得碰不得，好像他们真有能力有机会自己说了算一样。这是一个完全昧于历史、昧于现实、自欺欺人的状态。30年的民主政治，全台湾玩得不亦乐乎，让台湾人以为自己有了当家做主的可能。台湾人完全意识不到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台湾的前途如何，台湾人的意愿根本不重要。荷兰人殖民台湾，郑成功收复台湾，日本人割占台湾，中国光复台湾，这些都征求台湾人意愿了吗？我们要推进统一，
从根本上来说，需要台湾人同意吗？中国历史上哪一次统一征求了被统一一方的意见？纵观台湾历史，台湾人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过，历史从来没有为台湾人的意愿买过单。台湾人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，在地缘上，台湾岛就不具有独立的属性，它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的地缘延伸，所以台湾的命运从来不具有自主性和自发性。这个岛从来都是大陆争夺海洋门户和地缘优势的前线，台湾的命运从来都是随着大陆的盛衰荣辱而起伏变换的，这就是台湾的命格，你不认也没有办法，你有本事把台湾岛划走啊！台湾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，就越早的能够正确处理两岸关系。未来10年，整个西太平洋都将是中国海空军的天下，某个域外大国势力一定会被驱逐出去的。今天，中国大陆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，无论是科技含量还是军力规模，对台湾都是碾压式的存在。任何一个人只要不眼瞎、不心盲，都会看到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大陆还愿意保持克制，迟迟不愿意对台动武，以和平统一为优先考虑，努力跟台湾各界交流，倾听台湾的心声，这就是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善意，这是最大的善意。与这种最大的善意相比，惠台让利那都是毛，是附在最大善意这个皮上的。你要等最大善意的这个皮磨没了，毛将焉附啊！但是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善意，台湾人可是极尽漠视、嘲讽、戏弄之能事。他们敢这样肆无忌惮，完全是对自身实力和自身处境的误判。他们以为只要跟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，高举民主自由的招牌，自己就得到了一块免死金牌。他们把民主自由价值视为自己的护身符，他们以为只要站在文明世界的阵营里，战斗在自由世界的最前线，就有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做保护伞，以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陆要处理台湾问题，台湾人的意愿最重要，必须被尊重。台湾人的这个共识显然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幻觉。在统一这个问题上，台湾人的意愿可以被尊重，那就是共同推进和平统一，也可以被当作垃圾扫到太平洋里去，那就是善意被挥霍殆尽之后的武统。不统一的选项是没有的。台湾人很反感大陆的统战工作，对统战充满了敌意。他们还是不明白啊，台湾还有统战价值的时候，应该好好珍惜。等到失去统战价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湾人所有的矜持和自以为是都将毫无意义，那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台湾明明有避免历史悲剧的机会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个机会正在因为台湾人的无知、无脑、短视而渐渐流逝。如果中国历史上注定还有一出悲剧要上演的话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决心开这个场呢？